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大雁 Talk。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是不是很安全呢？因为很多人都很想去马来西亚玩儿然后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讲这个，就是东南亚现在也会比较不安全当然这里面就马来西亚也在其中嘛，都是在东南亚嘛，大家有一种概念，就觉得哎呀，现在好像东南亚比较危险，然后有什么嘎腰子啊什么之类的，电信诈骗啊之类的，就说就感觉这一带比较危险。那么当然有另外一拨人觉得，哎呀，那不一样啊，那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安全啊，对啊，那到底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我也不敢说我知道的是实际情况哈。那么，但是我以我的亲身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吧。主要来讲呢，马来西亚它其实呃，就是如果你看你跟谁对比的就是以我的感觉，就是马来西亚你如果拿它跟新加坡对比呢，那当然新加坡更安全，这是实话，这个没办法。它确实，新加坡在各个方面它确实不是单单跟马来西亚比，它跟很多地方比，它都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之前我们有提到一个专题，就讲这个新加坡到底有没有那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详细的讲了一下。那么不管怎么说，新加坡确实在这一块是它的非常强的一个强项拿这个跟马来西亚比有点不是特别公平，因为你要想马来西亚确实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国家，那那这种大一点的国家它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它很多安全它也不均衡的，不管经济安全这些都是这样的，因为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你笼统的说一个国家说日本到底安不安全或者是美国安不安全，其实也很难说清楚，因为它每个地区其实不一样的，差异也很明显的。所以马来西亚它是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所以它整个这个也得看城市看州的这个情况。虽然他们有一个相对比较一致的东西，但是片区还是有区别，甚至有时候市中心跟郊区区别也还蛮明显的。所以不能那么简单的说。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借鉴一些数据来讲就是一个马来西亚呢，它在这个全球有一个这个排名嘛就是全球的和平指数的排名，在2023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是排名第27位，也就是说，它在全球的这个范围里面还算是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27名，你现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嘛当然27名也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那像吉隆坡、槟城、兰卡威这些地方都被认为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旅游地相对会好一些。但是它当然我不能说这些就一定是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只是想说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然后从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呃，我觉得白天的话去在市中心在一些主要的一些景点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就是说，马来西亚整体的水平，我觉得在东南亚算是中上的就是相对还是会比较好的一个治安的环境。嗯，那你说绝对，或者说不能到绝对，就非常好，它也不能算说非常好。我们实话实说，就是属于中上吧。我们就是在那个班级里面，它属于一个中上的水平所以你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但也不能完全的掉以轻心。所以你白天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然后呃，就是你要尽量的在一些公共的一些交通或者是如果你坐车的话，就是那种轿车的话，最好就是Grab 这种比较正规的一些网络平台，它的一些数据什么监测的都会比较好，所以尽量走这些比较安全的方式对于旅客来讲还是蛮重要的。我不想因为说我上次也有在讲说这个马来西亚人都比较平和，然后比较友善，但是就是这不代表说他那个地方就绝对安全，因为人还是有差异的。你到任何地方都是有好人有坏人的他只是说这个比例好一点差一点的区别，但是坏人永远是存在的。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这样的这个
文章也好，观点也好，让有些人有些误会，放松了警惕。我觉得该注意还是要注意。就我的感觉就是，像我在槟城的城区啊，然后吉隆坡的城区都还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但是晚上我尽量也是，就是比较晚的，一般也不太爱出去对，就是不知道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白天算是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话，晚上不要搞太晚，这是真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一些宗教，就是他毕竟有些宗教跟我们就是宗教不太一样吧，就是跟就是对，不能叫不太一样，就是它有它的宗教特点。如果你的信仰或者是你的文化圈跟这不太一样的话，其实你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的冒犯到，所以这一块你也得注意啊。我不是说好与不好的关系，而是说不一样，有时候会产生误会，这个就是你要注意的点。如果你在新加坡可能比较没有这个，因为新加坡的这个华人是居多的，那总体来说文化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块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但是在马来西亚不一样，所以这块你还是得要去注意啊、然后我上次我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他是这个就是新山那一带的，我也是跟他发信息，然后我就说，哎呀，我来马来西亚，我觉得马来西亚人都很好啊，怎么样的？但是他跟我回复，其实蛮让我有点，怎么说呢，就是蛮有趣的吧。他是说，算是，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你还是要小心也不能完全相信别人。就是我不知道他这句话里面多少对，就是它含义是什么，对不对？就是我也不敢太多的去揣测，但是呃，就是你可以明白说，就是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不能完全的就是掉以轻心，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以一个适当的距离，然后去接触就可以了，也不能太过。然后他是有跟我讲说像新山这一带，不是他跟我讲，是新山这一带本来好像就是一些飞车党啊，一些这种现象会比较多一些。他说那一带会比较多，当然他也说最近好很多了，最近确实好很多了。不知道有没有内新山那一带的朋友是不是这样？他说原来还是比较严重的，飞车党还是比较厉害，然后现在就是会好一些。所以在这一点，他说就是你在马来西亚的话，就是你包包还是尽量背在前面，就是特别是那种郊区啊，或者就是那种摩托车比较多的地方，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对，这个该注意要注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交通的主要是说这个交通安全哈，就怎么讲，就是他们这个摩托车真的是开得很快，说实话非常快，就是我在很多地方都没有感受到这么快，就是他们的那个不能叫飞车党啊，就是骑摩托车会快很多。然后我也有查了一些资料啊，他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话，它这个就是交通的这个事故率，其实在全球也算略高于全球水平，就是也还是不是特别优秀，就是至少在交通这一块哈，就是有很多也是超速啊，然后也有那种不带安全带或什么之类的这种状况所以就是你在路上走或者是什么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这些车子特别是摩托车，它声音呼啸来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往边上靠一下主要这一块。然后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客观来讲，总体来说，它这个国家的安全性还是可以的。你看，它每年大概有2000多万的国际旅客，对吧？如果很差的话，那也不会那么多人去。所以包括它安全指数在刚才有讲过，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全球的排名也算比较好的。那就是像吉隆坡的中心的位置，槟城啊，那个老城区啊，乔治市这些地方啊，还有兰卡威啊这些就是它比较人多的地方，其实应该还是可以的然后只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行了。那么下面可能就是还有就是说，它在东南亚
就是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啊，就是对对，就是算是比较好的，你不能把它完全放到东南亚的这个，就是一锅端了，就说哦，东南亚都是很不安全的，其实不是，它还是有区的。你比如说啊，新加坡它就比较安全嘛，是吧？就是整体来说，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然后有几点建议吧，就是说，如果你是去马来西亚玩的话，第一呢，就是你在人群很密集或者是否就是人丁很稀少的地方，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这些贵重物品啊，不要就显摆啊，这个还是不要。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而且尽量选择那些出租车的这种网约车平台吧。其实 Grab 就很好用了，尽量不要用别的一些私家的那种交通方式。然后就是当地的宗教文化的这些东西，你该尊重要尊重哈，不要就是去冒犯到哈，不如对不经意的去触犯人家的不高兴，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其他呢，我觉得马来西亚总体来说是个相对安全的国家，那么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尽量去那边玩。我觉得安全性就是自己多留意，但是没有那么危险，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